大家好，我是一颗豆，我打算开启 Affinity 系列教程的讲解，通过对游戏 UI 的学习来掌握 Affinity 的操作方法。我们会运用 Affinity 把这套游戏 UI 还原出来。今天这节课主要是简单了解 Affinity 的工作区介绍，包括保存、简单导出以及软件界面的介绍。首先，这张图是游戏 UI 的界面。如果想把这个界面单独拿出来，只需要长按并拖动，然后点击关闭即可。这里的操作和 Photoshop 是一样的。如果想再把这张界面拖进来，只需要找到对应的 Affinity 文件，直接拖入即可。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文件菜单中的导入功能来实现。接下来简单看一下 Affinity 的界面操作部分。它将矢量工具、像素工具和排版工具整合在了一起。对于游戏 UI 的工作来说会方便很多。那么如何切换相应的工作区呢？在顶部操作栏下方 Affinity 标志下面有一个工作区域切换选项，按 F2 切换到矢量工具，按 F3 切换到像素工具。单击后可以看到界面的左边和工具栏都会发生变化。对于游戏 UI 设计来说，重点是前两个矢量工具和像素工具，第三个呢是裁切工具，之后在资源导出时会详细讲解。如果想查看 Affinity 中还有哪些工作区可以选，可以点击旁边的3个点进行查看。你可以调出自己喜欢的工作区内容，并将其放在工作区上方。如果不想要排版工作区，可以直接关掉，上面就会少一个排版标签。Affinity 的很多操作都是实时生效的。假如你是新手，不小心关闭了某些面板，想恢复整个操作区，可以点击窗口菜单，选择面板，然后点击重置。界面就会恢复到最初的状态，所以学习的时候也不用担心。由于工作区的限制，有些区域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比如说图层面板。无论是在矢量工作区还是在像素工作区进行调整，图层面板中的图层位置都不会变，操作逻辑是一致的。在操作栏中有一个自动选择选项，如果取消勾选，点击画布时不会自动选中对应的图层，如果勾选上，就会自动选中相应的图层。现在我们已经了解文件打开的方式，并熟悉了操作模式和区域。如果想导出文件，例如需要和 Photoshop 联动读取 PSD 文件格式，可以在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出。导出时有很多格式选项，选择 PSD 就可以直接导出。导出后在文件夹中查看，我们打开 Photoshop， 可以看到图层层级基本保留，但部分特殊效果或者是图层可能会被合并。这是由于底层的算法不同，导入导出时就会有一定的折损。如果只想单独导出这张图，可以点击界面中的导出按钮，直接保存到相应位置，操作非常快捷。如果你想获取这张界面的学习资料，可以点击下方链接。好，今天我们简单了解了 Affinity 的工作区介绍，包括保存、简单导出以及软件界面的介绍。那我们下期再见。